家好，欢迎回到视野环球财经，我是 Rhino。现在是美东时间22年8月29号周一晚上的7点35分。全新的一周开始了，股市周一是低开高走，盘中尝试收复部分的失地，尾盘抛压再次升温。标普今天下跌 0.67%， 纳指下跌 0.96%， 道指今天下跌 0.57%。在标普的11个大板块中，只有能源和公共事业收涨。那么在上周的这个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鲍威尔表示说，美联储将尽可能多的加息应对通胀，即便是以失业为代价。鲍威尔表示说，经济恢复、物价稳定需要一定的时间，并且呢，需要给家庭和企业带来一些痛苦，他称之为降低通胀的必须的成本。目前的这个整个周五的这个年会的消息一直是延续到今天，包括咱们看到像在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方面，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今天再次的攀升，已经来到了 3.1% 附近，比上个星期一上涨差不多10个基点。目前整个的10年期的收益率还是低于之前在6月中旬的这个 3.5% 的高点，但是上涨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还是凸显了市场对通胀预期的一个重新调整。那么与联邦基金利率密切相关联的这种短期的国债收益率，比如2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现在是已经回到了在6月份的高点附近，目前在 3.42 附近交易。那么国债收益率的再次的上涨，其实对于市场来讲，有几个非常显而易见的负面影响。第一个当然是会打压企业的估值，第二个就是市场利率的广泛上行也会限制家庭支出和消费，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会推高企业还有这个债券的利率，从而去减少企业的利润以及限制他们的支出。其实对于咱们的股市来讲咱们经常会说到，所有问题的核心涨与不涨，最重要的都是要集中在企业的收益上。如果消费放缓消费者的支出减少，那么公司的销售还有利润肯定是会受到打压的。尽管咱们看到在整个的2季度美股的这个财报的同比的收益依旧是一个同比增长，但它的前提是市场给出了一个较低的预期。目前通过2季度的整个前瞻给出的3季度来看，这个前瞻其实不太美妙，而且呢是危机重重。整个的股市从盈利的基本面上，在整个的3季度，咱们只能够寄希望于一件事情的发生，就是美股的3季度实际披露的业绩好于他们自己给的前瞻预期，也就是他们自己呢来一个先抑后扬，给自己先把这个目标设定的低一点，到3季度呢超出就显得可能会那么容易一些不过如果本来3季度给的预期就很低，结果实际的业绩披露比3季度更糟糕，那就是更大的一个噩梦了。从整个的这个资金的押注上，其实我们看到在这个加息概率方面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在9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概率在今天是飙升，已经来到了 74.5%。本周还有一个周五有一个非农的数据，下周还有一个 CPI， 这2个数据在公布之后，咱们再来看一看这个75个基点的加息概率能不能略微的往下走一走。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在上个星期市场大跌，其实从资金层面来讲，特别从整个的科技板块来讲，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流出迹象的。根据美国银行的数据，仅在上周大概有20亿美金的科技股的基金是净流出20亿美金，这个净流出是2021年11月以来的最大的资金外流。所以呢，逃跑是这种这个大家一起跑的，不是说你跑了他没跑，大家呢看到了这个市场不济，整个都是全部撒丫子一块跑。好，那么从股市上，刚才说到了他们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出逃迹象在上周非常的明显。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看一下大宗商品稍微去带一下，因为好久没有讲这个商品的问题了。从这个大宗商品上来讲，我们还是看一下油吧。
整个的能源价格其实咱们看到已经开始在偷偷的这个继续攀升了，这是上次在8月中旬的一个低点。我们看美油，美油已经是从8月16号的每桶 85.37 已经是反弹到现在的 96.81 美元左右。尽管呢和历史的高点上面的123差的还是挺远啊，但现在呢它看上去有止跌的趋势，而且从美油的这个技术面角度呢，已经是站上了200均，所以现在呢，还是油价呀，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让人比较担心的，会不会再次卷土重来？当然，好的消息啊，对于消费者来讲，其实我们看美国的整体的这个汽油的这个价格，就是在加油的价格哈，这个峰值因为从120几块钱跌下来的，所以整体在今天披露的美国汽油的价格，已经从1周前的平均 3.86 美金跌到了 3.81 美金每加仑，已经是连续的11周下跌。相信在美国生活的朋友呢，可能会感受到最近的这个油价还是有缓慢下跌的这个趋势哈。但是这个油价如果现在呢，像中东沙特那边如果再次把减产提上日程，那这个油价可能现在需求上面、供应方面又会出问题，到时候油价又得在这个地方去摆动哈。好，这个呢，对于通胀的这个降低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利好的影响的。毕竟油价只要维持在这儿，那么通胀想继续大幅攀升就比较的难。本周的整个的数据面呢，从咱们的投资上来看，其实还是属于比较清淡的一周，而且下个周一又是休市。简单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本周的需要去关注的几个数据，然后呢，我再和大家来讲一讲。我怎么去看待现在的指数和市场，以及我有6只持仓的个股，预计是准备到站上车的啊，因为之前有的是已经该减的减过了，有的呢是这个估值重新调整过之后呢，已经到了这个价值买入的一些区域。好，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本周需要去重点关注的一些经济数据，稍微去追踪一下。那么第一个数据就是在这个周二，今天周一没有什么太多的就不讲啊。我们说明天开始，周二会发布一个7月的职位空缺，这个职位空缺呢，预计啊还是会保持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大概是在1030万左右。那么现在上次公布的这个是6月份的是1069万啊，所以如果实际披露的是1030万，那么就会连续的第3次下降。但这个总的人数还是属于历史的一个高位附近，代表劳动力市场现在还是比较强劲的。那么在同一天发布的还有美国资商会的消费者信心指数，预计呢是从7月份的 95.7 上升至本月的97.5，那么这个代表着消费者信心有所回暖。周三的时候，除了一个比较例行公布的 API 的原油数据之外，没有什么其他最重要的一些美国的数据。但是欧洲有一个啊，整个的欧元区的8月的 CPI， 我们看一下，它这里还没有见顶，还在往上爬升，预期为 9% 左右。那么在上个月公布的是 8.9% 啊，所以欧洲确实现在还是比较痛苦的，整个的通胀还没有这种完全见顶的这个迹象发生。在周四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下，周四呢有一个例行的每周的初请失业是预期 24.9 万，略高于前一周的 24.3 万。在同一天公布的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这个美国的8月 ISM 的这个采购经理人这个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预计呢是从这个之前7月份的 52.8 小幅下降至 52。这个周五是咱们需要去关注数据最重要的一天啊，因为周五的时候会披露美国8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预计在8月份会再增加 28.5 万个工作岗位，这个意味着呢将会从7月份的 52.8 万人大幅放缓。不过说实话啊，这个非农的这个预测在近期我相信大家也是深有感触的，就是不太靠谱。因为这个7月份的 52.8 万人，实际上在上次做预期的时候只给了25万人，结果当天出来一个 52.8 万人，把市场都给吓呆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就业市场实在是太强劲了。当然，就业市场越强劲，那么就会越增加鲍威尔继续加息的底气，因为他认为市场有足够的韧性抵御这种加息，包括失业率也没有去攀升。另外呢，在整个的这个失业率这边，预计还是 3.5%， 这个是50年来的一个低点。
所以呢，那么从这些经济数据上来讲，周五啊，如果我们看到了一份相对来说比这个预期更低的就业数据，那么可能会部分抵消掉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如果出来的数据比 28.5 万人还高，又是来一个什么40万50万人，那鲍威尔那边就没话说了，我估计到时候加息75个基点的预期还会继续往上提升啊。所以呢，这是目前数据对于未来加息路径的一个影响。好，讲了这个之后呢，今天还是重点来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个持仓的情况以及后续的一些打算啊。我把指数给大家调出来，一边讲指数一边说。在上次的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见顶之后，一个是200均，一个是上方的结构的压制4400到4500，这个呢都是咱们在这个之前行情走到这之前，在节目里边反复跟大家提醒过的，包括我自己也是在这些地方已经开始减了一些仓，有一些已经落袋了。那么既然市场已经开始回落啊，我们呢还是一样啊，我观点没有变，我不去过分的看空和看多市场。我现在还看它的一个就是震荡市，所以既然是震荡，那么荡秋千，高点荡下来，回头荡到一个部分的低点，当然是我的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机会。从现在开始啊，由于今天市场还是一个惯性小幅下跌，如果再往下跌，实际上上方是已经破位的，如果再往下跌，下方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之前也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构的防守位置。这个结构防守的就是从6月中旬以来的这一段大上行反弹的上行趋势。如果跌破了3890，或者你多给一点余量，就是再次跌破3836，才会去测试下方的低点，也就是3600到3723。在没有跌破之前，它仍旧维持着上行、回踩还有反弹的可能性啊。这个反弹的可能性呢，就是有可能会出现波段机会的地方。所以对我来讲，现在我等着它从现在的市价继续惯性下跌，往下再跌一个 3% 左右，大概极限就是 3.2 3.3 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根据我的持仓股的现在的股价走势来看，很多的股票其实是已经接近到了我的一个预期买点，所以加上指数也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支撑位置，我的个股也到了一些可以买入的一些价值的位置，所以呢，我提前还是在节目里边告诉大家做好一些准备。当然，所有的东西还是要基于你自己现在的持仓的情况。目前我的正股的持仓情况，其实之前减完仓之后，现在正股做多的仓位已经不算太多了。目前所有的持仓长线做多的，这都是正股，然后只有 35%， 短线的投机的期权性的仓位只有 4%， 所以我现在的仓位还是非常低的。那么我的打算和预期是，当市场下跌到3900附近，3890啊，3836、3900附近的时候，会去介入一部分仓位，然后到了下方的前低3600到3700点附近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去介入一部分的仓位。那么总体上仍旧把思路是，之前加固仓位到 50% 附近，后来减掉，现在跌下去，我再次重新加回 50% 的仓位附近，这里指的是正股仓位，不计算任何期权的仓位。所以呢，这是我的一个大的思路啊，先跟大家讲清楚。这样的话大家知道 OK， 那我这到了这些地方，我准备想怎么干了哈。那么其中我们如果详细的去看一些个股，我有6只个股的位置是已经非常接近我预计要加仓的位置了。我一个个和大家来过一遍。首先第一个是 FDX 联邦快递。联邦快递我的这个加仓的位置预计是在196到209，实际上是 10% 的空间不到。如果指数能跌上3个点，那差不多它能跌上5-6个点左右啊，我觉得还是能够掉到这个区域之间的，预计我就会在这个地方去加仓。至于加仓的理由，基于技术面加上前瞻估值的基本面，因为2023年5月的这个估值水平实际上213，对不对？现在已经走完了这个财年这个财季了，然后往后去走的话，我走到这个下方，我肯定是要加仓的啊，因为它的基本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恶化，现在还是一个不错的情况，再加上油价现在也是一个在稳定区域波动，没有再次大幅攀升的特别快啊，所以这个情况呢，我就是按照基本面去加，叠加技术面哈，因为技术面也是在下方的大概196到209这个附近也是一个强支撑了，所以到位置到站以后就上车，部分上车啊，不是满仓上车，因为我下方还预留了其他的仓位，这种预留的特别远的仓位，主要是基于怕市场
有的时候那种崩溃式的或者那种恐慌式的，那么预留一些这种仓位可能不一定买得到但是呢，如果一旦买得到，会占比较大的一个便宜啊，因为有的时候当市场波动太大，或者短期出现了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因为正常的我们说标准差在正常的标准差范围之内去移动可是可以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它确实是会超出一个标准差，甚至2个，有这种极端情况会发生。比如在2020年3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企业大量的往下崩溃式的下跌，因为当时的流动性出问题了市场需要把股票卖掉，所以变成了甩卖踩踏，然后去补充到其他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流动性上，导致当时的一个大跌，但很快市场呢就回归到基本面上了，所以预留的仓位较低的位置都是做好了这些准备的。好，这是一个 FDX， 另外还有一个要加仓的是到阿拉斯加航空这边它是马上也要到这个位置了。因为我之前减过一次仓，现在呢准备在34到42的 2% 会把这个仓位再加回去之前在上方 46.9 减过一次，所以把它加上去之后，如果后面有机会再往下再跌的更多崩溃式的，那继续往下加大仓位。好，另外还有一个是微软这一次没有减仓这个手一软很好的减仓位置就没有减掉。但没关系了，这种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在投资的每一笔里边都追求那么的完美，尽量是做到这个做到就行了，如果实在没有做到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因为这个事情说实话投资的这个钱呢是赚不完的确实赚不完的，只要是有时候稍微你分神打盹儿，或者是稍微你去干点别的事儿，有的时候那行情就是稍瞬即逝，或者当天的心情就是不那么好，或者当天的心情特别好，就想着这个市场看起来不错，能不能多走2步结果呢没走2步就把脚给崴了所以这微软这边没减仓，略微有一点点可惜，但好在是好消息是它又快跌到我要加仓的位置上了。230到260之前加过仓，然后还有 2% 的仓位没有完成，会在这个区域把它完成，然后还有一个 4% 的仓位会在200到218会把它完成。如果市场继续下跌 3% 左右，甚至跌到6月份低点，这些位置都是完全有可能买得到的。好，然后还有一个是台积电。台积电呢这边由于上次跟大家更新过财报，它目前的前瞻预期并没有下调，所以还是按照计划77到82继续去加仓。如果这个地方跌破之后，我在后面看一看能不能从别的地方再匀一些仓位出来，备用加仓计划放到这些地方去做一个长线。短线半导体这边肯定是受到一些冲击，但是呢它的整体台积电的这种长跑能力毋庸置疑问题不是很大好，所以这个它是另外一只预备要去加仓的股票。另外还有一个快到位置的是这个 ISRG 目前只有很低的 1% 的一个持仓，负成本已经没有成本在里边，全部利润在奔跑，负 76.5 的成本。那么它由于存在着这个 PE 太高，涉嫌被高估的嫌疑，所以我一直在等减完仓之后一直等，并没有着急去加。尽管它的前瞻估值水平就是199到262，它属于合理水平偏低的位置，但由于我原来跟大家讲过，它的低估值的199的 PE 水平是 41.6 倍，这个呢比行业要高，所以理论上它还可以比这再低 30%，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下方的162到180仍旧预备了仓位的原因。这个地方还是再次提醒，由于我是负成本，我可以稍微激进一点，在187到204去加仓。如果你没有这种底仓，如果你想变得更稳妥一些，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防范它的高估值这种杀估值的情况，有可能会一口气杀到180块钱下方，完全有可能再次提醒，完全有可能。所以呢，大家按照自己的情况，根据你的资金的情况丰俭由人你千万别冒险就行了。好，这是对于ISRG 准备要加仓的位置。然后还有这个 MA 这边也是跟着基本面在往下走，预计加仓呢是在290到315，眼看着也快到了 10% 之内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大盘再跌上3个点左右有机会。那么目前我的持仓成本也比较低了，也之前也都减过仓，下方继续把它去加回来。好，其他几只股票呢没有讲的是因为他们离我的位置比较远，比方说 Meta 我是准备上涨去调仓的，然后现在呢它继续下跌，但是我就不管它不去多管它，然后等一个反弹的机会再去调。
然后呢，像美国银行，它是属于之前买了以后准备更长去持有一点点的，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太好的加仓机会。如果一定要加，还是在 29.5 到 31.2 啊，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去做。但我因为已经把它的预留的仓位已经做完了，那么只有更低的地方我才会去加，所以这就是美国银行，我就没谈。英伟达这边更不用说了，上个星期连续的在跟大家讲关于英伟达的一个风险问题，它现在要往下去走。预计呢，我加仓的位置会在120到142才会去动手，也就是我认为它会跌破这个中等支撑水平，然后我在下方才会去动手。更低的这种暴跌式的位置会放在89到103。现在由于我也是一个负成本的持仓，所以它最近下跌我问题也不大因为都是利润在里边。好，然后特斯拉这边呢是离加仓的位置还稍微有那么一点远。激进的位置我是不打算加的，259到269我暂时可能不想做。计划的加的 4% 是在210到250，这个地方的成功率呢，就是能加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下方的136到155的概率就比较低了，那得市场出现一次大崩溃才有可能会到这个地方但是没关系，仓位预留出来，免得到时候真到了那儿了没仓位加，那显得有点可惜嘛，是不是？所以现在先留一留好，然后苹果这边就是高估的更多了它涉嫌的位置就高估的太多了，我就等着它回头慢慢跌。现在呢正好又跑到这根趋势线这儿了，又跑到这儿了，看它能不能守住吧。守不住，我相信我下方的122到135这个地方还是有很大机会能买得到的暂时不动，1%的持仓，负 62.3 的持仓成本，这个都是在长时间里边慢慢的做成的负成本把利润全部留住，把成本全部拿出来，以这种方式去摊薄我的持仓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可以长线持有的更久。好，这个呢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全部内容。市场呢有惯性下跌的这个需求，但是我还是要奉劝一下做空的朋友们，在这个位置上，由于到下方这个地方近在咫尺近在咫尺。如果你真的是短线投机做空的朋友呢，其实你日内就可能比较忙，有可能快速的打下去就能快速的跑上来所以有做这种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带好止盈止损系好安全带。好，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和点赞转发，那咱们就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